凶手进到门，开一次门，进去，门就自动的关上了，关上之后台子就出来了。于是呢，他就要想办法爬上去，把那个牌子打开来看一下。然后他还得给它盖回去，他再下来，对，他再开一次，自己出去，这两次。接下来呢，他就去把这个阿特带过来了。他说我发现了这个秘密，你可以跟我来。然后阿特就跟他来了，来了之后呢，他就跟阿特一起进去了，然后就跟他说就在那个上面。阿特有可能让他先出去回避一下，或者不相信他。哦，也有可能。他说那行，那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待会儿这个门关了之后，那个木台你就可以踩了。如果你要出来的时候，你去摁旁边这个就可以了。然后有可能这个阿特不相信他，试了一次。但是你这个假设，首先你就是说你告诉阿特说，你看这个东西被我破出来了，然后你进去看看，就是那需要阿特对这个人非常信任。对，阿特为什么要跟他去？咱们现在可都跟他有仇。阿特不相信他阿特就不会进去。我觉得如果阿特先进去，就不可能有6次了。他在里面3次进出，他死不了，他早就跑了。一旦阿特对他的不信任到了这种程度，他对环境的小心，他会观察的话，他就会发现他外边充满着危险。就是那哥们儿有好多种方式整死他，所以就是说你这要么他就没有戒心，他有戒心的话，他怎么想到？我们换一个思路，尾随，对，我跟你说就是这个，就是尾随，就是那个小柜子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比较靠谱。凶手先到了小柜子里面，凶手先去看了。没有就是我应该是他就是溜着弯看见阿特是不是那儿在打开，他就说他在干嘛，然后他就一路跟着他走，他就知道要进那个屋了，他在后边一直看。我老觉得咱们一下去的时候，如果一个那个门能这么着藏着，对，那就是其实是你能藏着看他在干嘛，就是凶手在藏在那儿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摁了3下那东西，那阿特就进去了嘛。比如说那个尾随的那个凶手，他也不知道那3下是什么，然后他只是过去再一摁，那阿特正好站上边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然后咣叽他就掉下来了，他听里头有声儿。那这6次谁开的？这2下2下了，他就说：“哎呦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他再打开一下一看，说：“里头那人怎么摔了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他就摔了，那我往外蹬着他吧，越蹬咣叽老磕脑袋。”阿特快醒了，说：“不行，我拿一东西扎死。”然后我看你扎，然后给他拿出来，然后30秒回去的时候，阿特卡在那儿了，对吧？就是一直1下、2下、3下，然后给弄出来之后，然后他就说阿特在这儿已经死差不多了，但是他琢磨刚才不对，里头那到底什么东西是没擦干净，他又打开，然后去里头看一看那个现场，再给扒楞一下，然后再一出来。我刚才还思考过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如果我要是听见声音了，那个声音一定是从106发出来。那当然，那怎么会呢？因为凶手有106的钥匙，他躲在了106，他在里头做了一些声音，让我跑出去之后，他跟在我后面上去了。因为那个屋子你看到地上全是乱的，就是他在里面假造一些摔打呀什么的，其实人他早就在死了。对，啊，这么复杂。所以排除2楼的2个宝宝，因为你们俩在2楼喝水的，你们来不及。他不可能自己又做一个声音，又做一个不在场，这种很奇怪，所以呢就推到我们仨了，我、张和陈。对，你们仨在我后面跑上去的。是这么排的吗？101、102、105、104、103嘛。106在这边是吧？这是106嘛，对吧？我从这儿往这儿走，然后君从这儿听到了往这儿走，然后晨晨如果他是干净的，他从这儿到这儿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再加上他一起。我没过去，我就往前走了。何干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是走了，但是你就在那儿尬停着，我就可能尬停着，然后那边一开门，哎，快来啊！
这里面有一个点是对我不利的，就是因为我的方位在他们后面，啊，所以如果我是凶手的话，我必须尽快，不然的话，不是，你只有这么一段是有风险的。对，你只要路过004之后再被目击就无所谓了。我是想说，对我辩驳自己是干净的是不利的。所以如果你要是凶手，你现在做的很好。对，就是他只有106到104那段路是危险的。那张你的时间线呢？我就是20点晚饭后，我就回了房间，然后因为我们俩刚才在吃饭的时候，我跟他相认，他态度比较冷淡嘛，我一下觉得就是有点异谋，然后我就拿着我的保温杯上楼打了点上头水，我就开始喝。几点开始喝的上头水？就是饭后完了之后，我下去拿了我的茶壶就上来打上头水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20点20，我听到那个，其实我当时没听到，因为我已经进入状态了，就是我喝得非常猛，就是后来后反劲儿在那里边听到了掉项链的声音。其实那个应该是我跟他的一个相互的佐证，就是20点20那个时间。其实我没有来这儿的强动机，我就是因为被他要挟了而已。我来这儿就是因为我有很多的事儿没想明白。然后过来之后，我发现这也不是我兄弟，这个事儿是我的其中一个疑问，还有我那些把柄他会怎么样，这是我第二个疑问。这两个就我还得跟他聊好多东西呢吧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一直在威胁你，而且我看见还有一个就是海陆空计划，他那空只能跟你有关系。所以他可能在多方面想要利用你，所以其实你早就想要杀他了。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计划是分几步走的，对于我来说也是分阶段。他之前不是跟我说你帮我还原这个事儿，我就还给你吗？我不知道他说话算没算话，他也没来找我聊过，说我不威胁你了，然后我也没想好怎么跟他去谈，就处于尬在这儿，就还都没往下一个阶段推进呢。所以至于他什么海陆空计划，我根本不知道。我的计划其实是我来的时候带着炸弹来的。我并没有想起来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已经非常恨这个地方，然后非常恨蝎子。我其实并不知道我会在这遇见蝎子。我看到它的时候，我也很惊讶，它变美了很多，疤也不见了，而且它好像并不认得我。但是我要炸的是这个地方，所以我是带着炸药来的。然后我的计划呢，就是今天给蝎子和阿特各喝一杯可以睡20小时的安眠药。我们当离开这走出20米之外，我就会启动遥控器炸死他们。哎呦，想想那画面太帅了，多帅 ！slow motion 后边炸着，还自个儿那种。走的时候还算呢，1米、2米、3米，走到20米，咔，砰，然后还有一个7浪。结果没有想到这位女士耐药所以看到她坐在那儿喝水的时候，我说姐们儿行啊，一点没睡。我也觉得别的哎呀怎么口渴，好渴。然后我给荣喝了之后，我就再准备第2杯，我去找郭，结果郭没在。你看看，你装炸弹的时间我们得知道了吧？9点35放的炸弹，在供桌那儿。我放完炸弹之后，我就在1楼休息区冲了安眠药，去敲了郭的门，郭没在。请注意，这个时间线是凶手可能会已经动手的时间线了。所以我只能再找别的办法。他有可能是不是就是说在找的过程之中，偷看到郭发现了一些什么秘密，他就一直跟着他走，然后就把他杀了。也许。我有一个就是对你不太好的一个瞎想的想法哈。你说嘛？因为你知道羊就是人，羊不是羊，对吧？对。所以你会不会就是放炸弹，然后看到了那个，然后你去对照，其实你是发现了暗箱的秘密的。
首先是这样的，为什么我要放在供桌？是因为供桌是整个这个祠堂最重要的地方。我是带着恨要毁了这个地方，然后你再想想我放炸弹是什么样的一个动线，我要趁四下无人的时候赶紧摁完炸弹我就跑。请问我还能摁完炸弹看一下研究一下？哦，但是我们看见那炸弹有这么大个呢。就说您从屋里头拿着一盘松鼠桂鱼出去，这么大个，就是这一路上也够危险的，这么一大块。我是觉得凶手和 T 应该都打开过那个格子，当然，对吧？当然那谁会有机会看到那个桌上的那个解谜的东西？我借着你这个思路，把这个歌词整个抄下来回屋研究的人呢？哦，他又画圈，他又回屋研究。对。那请问是在那儿放一个危险品的人在那儿停留的可能性多，还是会关注这个歌谣和供桌的人可能性多？因为事实上你自己看那个歌谣看10000遍都可能悟不到，他得有一个村训和一个歌谣抄好了之后对着两个对他照，才能悟到。你招他干嘛？你招他最后突如其来到我这儿，就是一点点推嘛。这画圈这事儿还得给你画过去，对。但我同意你刚才说的那个，就是其实他们是2种方式去破解这密码本嘛。阿特是把族训抄完了之后到那儿对去，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是把歌谣撕下来回屋对去。对，你是回屋对的。他抄完之后回屋对还画圈儿。我说你怎么往那蜡烛那台阶中间摁呢？原来你摁过一次。咋的了？没有。你怎么今天一说一个懵的？他不敢相信你已经明察秋毫看明白了。